现在，我以按察使的身份，正式邀请九娘子协助断案。正式请我，那我可以光明正大的行勘验之事了。当然，回京之后也是如此。不管在哪儿，有我在，做什么都可以。太好了！来之前接到报案，秦府出现了命案，还请九娘子前去勘验。可是叫莲叶的丫头？不是，府上说是八姨娘柳氏。八姨娘？还请九娘子带路。谢谢你。白凤，他刚才没称我为殿下了。所以呢？所以他这是更信任我了。那恭喜，主子。出这种事儿，吓人，这怎么自己说？看什么看呀？家里的活都没得干了是吗？快快快，散了散了散了！走了。八姨娘柳氏生前啊，就住在此处。听她近身的2个侍女说，前几日她生病体乏，昨天晚上就早早休息了。谁知道今天早上一推门，人就死在床上。世子殿下，门没锁。没锁。三老爷呢？家父卧病在床，府中如今是在下协助祖母主事。世子殿下若是有什么差遣，吩咐在下便是。死者为三老爷的妾室，三房的人还是避嫌为好。我与霍知府要是有不明之处，请教九娘子便是。殿下，九姐毕竟是深闺女子，若是这样抛头露面，恐对她的声誉有碍呀。九娘子意下如何？且婉虽为女子，但亦有为民之心。若世子殿下和霍大人信得过，民女愿尽绵薄之力。哎呀，九姐，你这刚回府不久，府上的人都没认全呢，不如让你大哥……哦，九妹妹，九娘子心怀高义，我与霍大人都深感敬佩。官府办案，闲杂人等不得在此停留。大公子，三夫人，请回吧。谨遵世子殿下吩咐。那就辛苦九妹妹了。事关家门清誉，小妹责无旁贷。行凶人应是从背后拉住八姨娘，沿着这道拖痕拖至断腾处气绝。此处叶片已经发黑，行凶人定是在此处站了许久，才会把叶片踩成这般模样。他若藏身于此，夜间是绝技发现不了的。他若要从背后拖住八姨娘，柳氏应在那个位置。这里枝叶繁茂，凶手现身时很难不发出声响。柳氏身在此处，听见背后传来异响，定会回头。凶手很难从背后一击得手，除非柳氏认识此人，才没有惊叫出声。又或者，行凶人对他说了什么，让他不敢或不愿面对，行凶人才能从容地走至他身后出手。民女多有失态，还请殿下恕罪。既你我相称，今后就不必改了。这不好。世子殿下，九娘子，小的在初检的时候，发现死者身上有些许古怪，小的不敢擅断，还请九娘子随我一同前去验看一下。有何古怪？
回世子殿下，死者4世染了杨梅疮。徐鹤，如此明显的症状，你为何不敢确定就是杨梅疮？回九娘子，小的想着，她不是秦府的姨娘吗？没道理染上这种病，小的不敢妄言。身为仵作，你眼里应只有在死者身上看到的一切，无论死者身份如何，都与勘验无关。仵作虽属建议，但却不可存了自轻自贱之心，心存大义，方可掩。再来啊！上。柳氏既已得了杨梅疮，可还能与人？柳氏发病已经2个月，身上的疮斑已蔓延至躯干，按理说不会与人交媾。那与他私通之人，病症是否会更加严重了？未必，有些身体强壮的人，即使染上这病症，也可自愈，甚至终生都不会发作。看死者身上的勒痕，行凶人力气较大，身体定神康健。我也命人对秦府所有男丁进行检验，不管病症发作与否，一定能查到蛛丝马迹。为何不等查到手帕的主人再进行验身？我们眼下的证据尚不能确定行凶人就是与死者私通之人，如此验身未免太……因为没有证据才要验身，彻查的阵仗越大，私通之人就越沉不住气，才容易露出马脚。这叫以扣实，察而后动。刑名之事与兵法不同，如此大张旗鼓的行事，对秦府影响甚大，难免有跋扈之嫌。若是秦府真的在意自己的声誉，当初就不会带你入草芥。他们如何待我，与此案无关。只是殿下是圣上亲命的提刑安察使，府一上任就如此行事，未免会落人口实。兵贵胜，不贵久。若能提早抓住真凶，落人口实又如何？这世子把九丫头带哪儿去了呀？你也是的，这节骨眼上，你跟琛儿拌什么嘴啊？这万一保不住孩子，可如何是好啊？你就少说2句吧。九妹妹已经进二门了。哎，太好了！宗母，燕世子下令要搜检全府男丁，不论主仆，全都要脱衣搜检。什么？霍大人为什么不拦着？燕世子现如今是带天子巡查的提刑按察使，霍大人怎敢与他作对啊？我秦家从未受过这种奇耻大辱啊！走，带我去家庙，我要让列祖列宗看看，老钟永侯的后代子孙都被别人欺负成什么样了。走，母亲，小心点啊，母亲。我说，你照顾好夫人。是。你亲眼看见，是大哥院子里的丫头去取的麝香。我看了好几遍取药单子，而且还掏了秦府医的话，绝对没错。那丫头说是用来为大公子治神昏的。神昏？大哥眼清目明，身体康健，看着实在没有神昏之症。这钱府医就算医术再不济，也不至于连神昏都看不出来。为何会让那小丫头取用如此贵重的麝香？还不是为了讨大公子欢心呗。哎呀，别管了，娘子，你替少夫人保住肚子里的孩子，就已经算对得起3房了。福莲姐姐，谁是你姐姐呀？你大白天吓人干什么？才过几天，你就不认识我了？啊，白凤见过九娘子。
秦府的下人供出点东西，主子在前面的亭子里等着和您商议点事儿呢。多谢白将军。福灵，你先把药拿回去吧。嗯。那我送福灵姐姐回去。哎，我帮你拿着吧。不用。你一个人拿那么多？不用。还是我来吧。不用啦。哎。你得罪了秦府上下，怎么还会有热茶点心招待？有白风这个贪嘴的，少不了吃喝。不是要商量案情，怎么选这个地方，就不怕被人偷听了去？此地空旷，没有人能在我眼皮子底下藏匿行踪。请坐。辛苦了一夜，可有什么收获？没有找到刘春，不过我已命人全城搜捕，但也不是一无所获。秦三老爷也患有杨梅疮，秦府下人们说发病已有20日左右，与他之前称病不出的日子对得上。死者是三老爷的姨娘，传给他倒也是正常。还有一人，秦丽，正是。他的病和死者无关。你为何会如此信他？他的病是我治的。八姨娘身上的病，已用市井土方压制过多次。若二人真有关联，秦丽不可能从未用过药。况且，八姨娘的病程比秦丽久得多。八姨娘身上已难掩疮溃，她一个混迹于花楼四窑的纨绔，又怎会色令智昏到以身犯险？这府中上下，皆知我在帮殿下办案。她若真是奸夫，又怎会屡次求我救命？那若要这么说起来，就只剩下刘春了。那方手帕的确是刘春之物，秦府的下人们也说，自点卯之后，就再未见到过刘春。霍怀信怀疑是因为柳氏将病传给了三老爷，刘春害怕私情暴露，便杀掉了柳氏，畏罪潜逃。可他若为了遮掩私情，为何不掩藏死者尸身，反而留下一块手帕？只要验尸，死者的病情必会暴露。他肯定逃脱不掉通奸的罪名，杀了柳氏又有何用？除非是有人栽赃，凶手另有其人。对，若真如此，刘春只怕危险。凶手竟能拿到刘春的手帕，定是刘春熟人。若要栽赃于他，岂能留下活口？必须尽快找到刘春。封锁所有路口，全城搜捕刘春。是。来，过来，走吧。等一下，后面往前走。这里秋真是越来越冷了，要不是八姨娘出了内事，这会儿哪还用在这喝冷风啊？去，白天不说人，晚上不说鬼，大半夜的别胡说八道。大人，还是没有消息。殿下，这城里城外都搜遍了，这刘春就算是有翅膀，他也得有个影儿啊。那就整队，再搜秦府。哎，殿下，这秦府能藏人的地方都查了，那霍知府此番就要查查那些不能藏人的地方。那就是。主子，秦府的紫竹林闹鬼了。闹鬼？殿下，属下暂未有任何发现。诸位都已经探查过了，这里什么都没有。
还是个女鬼，看来颇有来历啊。世子殿下，这下人们的闲话不可信呐。若是不可信，这紫竹林如此繁茂，府上为何还会封禁啊？这，在下和二弟，又是曾掉入过那里的井中。祖母爱孙心切，于是命人用镇妖石把那口井封了起来。主子，九娘子到了。殿下，九妹妹乃是未出阁的女子，行事多有不便，还是由在下随侍左右吧。一事不烦二主。九娘子既已来了，便再辛苦一番吧。遵命。这石板应该就是封井用的镇妖石。看苔藓的长势，这石板应是刚被移开不久。此处是秦府的禁地，谁会闲来无事将这镇妖石给移开？此处有蹬踏的痕迹，有人应在此激烈挣扎过。海峰，下去看看。是。井下有个死人，把绳子扔下来。快，叫人把架子搭起来。杨姨娘的死，闹得何府皆知，老夫人这才下令用镇妖石把那枯井封了，后来还命人把那小院给扒了。二哥当时为何没拦着杨姨娘？因为我害怕，我一想到那草席，我就浑身发抖，连靠近紫竹林都不敢。这不怪二哥。九妹妹，你别嫌二哥没用，二哥知道的就这些了。二哥，你为何如此关注杨姨娘？因为她的笑容好看。那时我常常在想，要是我的姨娘还活着的话，估计也会对我笑得那样好看。知道了，多谢二哥信我。焦大夫，焦大夫，赶紧给我焦大夫！出不去啊！焦大夫，可焦大夫！这，帮爹爹叫御医。孙老爷，叫御医过来。父亲是病糊涂了，这荆州府哪来的御医啊？何况府门被封，不得进出。父亲还是忍忍吧。你给我回来！你这个弟子，你！三老爷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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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醒醒啊！
我知道你心疼你的儿子，可是我也心疼我的儿子。三老爷已经是这样了，若是再被治了罪，那我们家香儿和琛儿就全毁了。事情已经到了这一步，我才是秦家的罪人。秦安死不足惜，他已经病成了内败，怕是活不了几日了。儿子做的孽，我这个当娘的替他去还。琛儿，你记住了，不要学你爹的样子呀。孙儿明白。主子，英祖传信过来，沈毅夫妻遇害当晚，运河下游曾发生船难，次日就有2名年轻女子声称自己的父亲落水而亡，求助附近人家协助料理后事，之后就声称福灵归乡，下落不明。果然如此。要不是药王谷不通河运，我都怀疑那2名年轻女子就是九娘子和福灵了。哎，主子，那咱们还查沈娘子的下落吗？不必了，沈家一线全部收回，盯紧兵部，抓到那个泄露父王寻边路线的小贼即可。一切等我回京之后再说。是。世子殿下怎会在此？杨氏的来历查到了，根据杨县卷宗记录和杨家邻居们的证词，失踪10年的杨家主母与杨姨娘各方面吻合。杨家主母生得貌美，又是与女儿一同失踪，当时就有传言，说是杨家主母携女一同与人私逃。说杨姨娘就是失踪的杨家主母，那我哥刚才说的神秘小院里，很可能就囚禁着杨姨娘的女儿。神秘小院已经被拆了。还有，邻居们说，杨氏极为疼爱女儿，若是秦安用女儿要挟她入府为妾，她定然不敢不从。可杨姨娘外出时也20多岁，又带着女儿，怎会突然失踪？后来又落到秦安手里。这些事，待我审问秦安，便能知晓。根据杨县卷宗记录，失踪的杨家女儿大约11、12岁，生有6指。民间传说，生有6指之人是天降福星，所以杨县有很多人都知道杨家女儿生了6指一事。6指，我知道了，那是怀胎时就有的坠生指，1000人中都难于一个。那这就足以说明，失踪的杨家主母就是杨姨娘。可我们已发现的手骨中，没有任何一处有坠生指的痕迹。这最后的清理核算是我亲自监督，可确保没有遗漏，除非另有藏骨之处。哪有什么死人？六姐姐没有看错，花棚的井离紫竹林最近，2井之间会有水道相通。紫竹林地势较高，被掩埋的尸骨很可能会顺着地下水道流向花棚井下。快命人挖看花棚的井。给我。兄弟们，加把劲儿，把差事办好了。这个月的月俸加1两，不，加2两。是。连兄弟们和私房钱都用上了，霍大人这回可真是豁出去了。他的治下连出不赦大案，就算是为了头顶乌纱，
他也得豁得出去。加把劲啊！加把劲儿！是头骨。白风在，即刻捉拿秦恩，不得有误。是。